贝子在野外捕获99公斤鹿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可是比获得一头牛还开心。吃上鲜嫩多汁的鹿肉，海面捡到高蛋白质海豹，饭后零食搞点甜滋滋的蔓越莓，活生生把求生过程度假模式。本期贝子来到北极圈内200多公里的地区，平均气温在-50以下，也是贝子求生一来到达的最冷的地方。从飞机上空看到白茫茫的全山，而这一次他将采用高空跳伞方式，面对这难以分辨的地形，手拿烟雾弹，确保有明显位置可循。之后准备好，直接坠入高空，等来到差不多高度，打开降落伞，先是找到地面烟雾弹位置，再朝着那边去。过程比较顺利，降落到一片冰原，瞬间感受到无比寒冷，快速把降落伞收起来，之后起身跑了一段路。有点激进，但速度相当快。期间在地面观察积雪，这是有风形成的，面前就是风来的方向，在这里风从海面吹来，而那边正是贝子要去方向。继续行进一会，这边地面难得发现食物，是一些蔓越莓，贝子拿起来吃，多少补充了能量。吃着吃着，估计是吃到不一样的。仔细查看发现，有的是鹿的粪便，也是盖了帽。按照这些痕迹，贝子一路前行，等来到缓坡，慢慢上前。这时候就在前方，赫然有一群鹿。看着这些蛋白质，贝子对此很有想法，计划一番，悄悄从一旁溜走。之后来到了这边鹿有经过的路线，掏出降落伞的绳子，制作一个套索。这种绳子非常结实，一头牛来估计也能拴住。就这样把它固定在树上，等设置好陷阱。这时候还没完，需要驱赶鹿群来这边。撇开摄影师，自己一个人跑到另一处山坡上。贝子突然从斜坡跑出来，鹿群开始慌张起来，一路开始狂奔，而贝子则是在后方驱赶。等了一会，有一部分下到沟壑中，有一部分往左边逃窜。这时候则是需要紧盯沟壑那边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等了片刻，幸运套中一只鹿，贝子赶忙上前。此时鹿一直挣扎，力气相当大，贝子也是依靠树木给他牢牢绑在旁边。等他平静下来之后，心慈手软的贝子掏出小刀，结束鹿的职业生涯。目前有这么巨大蛋白质，也是一阵头大。先切开肚子，去除里头内脏，接下来就是剥皮。这个贝子还是很在行，娴熟一番操作下来，很快就完成。接着从一旁砍下来枝干，等收集足够，这会开始制作一个拖行工具。经过手工背一阵3下5除2，很快制作完成。之后拖着这处理好的肉，开始一路拖行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前方出现一处落差，下方还有冰冷的水。这对于带着东西的贝子来说，无疑有点麻烦。只见从一旁人先下去，接着慢慢把工具弄下来。要命的是，这么巨大肉掉进去水中，本想抢救一番，没想到自己也掉进去，贝子直接陷进去里头。一股寒意瞬间袭来，一顿挣扎过后，贝子试图平复心情，赶忙人先上岸。看着这蛋白质，弃之可惜，试图拉上来，但此时已然卡得死死的，根本拉不动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不要命的贝子再次进入水中，掏出小刀，快速切割腿排。等切割下来之后，赶忙上到岸上。此时下半身都湿透，身体正一点点失去体温，必须找一处合适之地生篝火。然而走来这边发现，又是一处落差，一边给僵硬手吹暖气，一边观察周边，掏出降落伞，把它绑在一旁冰块上，整个人就这么边抓着边滑落下去。之后起身快速行进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贝子双手已经冻麻了，艰难走在厚厚积雪中，突然发现前方山谷，赶忙迎了上去。而在这边幸运发现积雪下的房屋，直接进入其中，在里头一阵翻箱倒柜，发现里头有滑雪板，这个先放一边，待会还有用。先干正事，收集来柴火给它点燃了，接着拿出来腿排，从中切下来肉放入杯中，等给它烹煮一番，拿来肉吃起来，鲜嫩多汁，美味的同时，蛋白质有个牛肉几十倍。吃完拿来滑雪板，还有布料当绳子绑在脚上，双手拿着枝干当雪杖，起身开始跋涉。有了这个行走起来容易多了，等来到一段斜坡才能快速。就是没能及时刹住车，不过问题不大，起身继续前行。还没走多远，前方出现巨大落差，收起滑雪板，先给它扔下去，接着附近找到生长上来树木，直接跳到上面。这时候树木不堪重量，弯曲的厉害，再坚持了一会，直接折断，被掉下来。好在下面有积雪补贴，安然无恙落地，绑上滑雪板，起身继续前行，沿着斜坡而上。这会滑雪板下方都结冰，非常滑，有点走不动。贝子还是很有办法，给它先拖下来，接着在上面浇灌点温暖的冰红茶，等重新绑上，这下走起来快了很多。之后一路穿过林木，历经个把小时跋涉，来到一处巨大湖泊面前，
此时还1个小时天黑，这边也没合适庇护所。为了能快速穿过湖泊，贝子拿来降落伞，刚好这会有风，靠着风的推力，抓着降落伞快速翻行。没一会来到对面，收起降落伞，走到岸上，天色也慢慢暗淡。贝子找到积雪后的平地，往里头挖去，等挖出一个深坑，这会收集新鲜枝干，盖在坑上面，一个庇护所就搭建完成。接下来走到湖中，在冰面挖个洞，用降落伞当鱼线，一个尖锐枝干当鱼钩，就这样钓起鱼来。接着起身返回营地，升起篝火，制作一个火把点燃，返回吊点插上，吸引鱼儿过来。自己则是回到庇护所中休息。等了一会，贝子起身检查，但鱼钩上空空如也，返回营地休息。等到隔天清晨，整理好东西，起身来到吊点，拉起来依旧空空如也，也不纠结，起身开始跋涉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前方河流阻挡去路，但作为背部绕道是不存在的。思考一番，找到一旁桦树，搞点树皮储备，转身来到河流边，脱下来衣物，背起背包，就这么冲入水中。刚开始水很浅，走了一段距离，慢慢变深，直到被子卖力游起来，寒冷快速侵袭，赶忙上岸，快速放下背包，掏出降落伞包裹一下，接着点燃篝火，一旁边烤边，穿上干燥衣物。一场人为制造危机就这么过去。镜头一转，此时已然来到海边，这会还有一个陡峭斜坡，兴奋的贝子直接就这么冲下去。很快来到海岸边，这里到处可见垃圾，贝子在里头一阵翻箱倒柜，收集铁桶，还有众多塑料筐以及众多木板等等。接着来到沙滩边，快速组合被碧晨号。历经一段时间，碧晨号拖入海中，浮力相当给力，一路向前而去。而期间在海面发现死去的海豹，贝子给它拖到筏子上，切割下来里头的脂肪，说不定后面有大用。完事继续向前划去，在海面历经个把小时，就在筏子快沉没时，贝子刚好上到岸上，转身开始探索这边，走上斜坡，发现这是一座荒凉岛屿。然而贝子知道这边航道众多，为了把握机会，收集柴火。正当要继续收集火龙，突然远处发现船只，赶忙返回准备的柴火旁，点燃篝火。本次挑战成功。